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形象子频道。今天要来带大家参拜是明末清初台湾最有名的英雄，若不是因为他，也许我们现在都要改当荷兰人了。其实这间寺庙，我们从很久以前就想要来这里参拜，每次只要前往北港妈祖庙的路上，都会看到这里有的巨型神像。这座位在嘉义县溪口乡的开元殿，拥有一座号称世界上最高的延平郡王郑成功神像，高172公尺，相当于7层楼高。于民国84年12月落成时，也已经是附近最显著的地标。此外，这间庙还有东南亚的第一长剑，长42尺，是庙方重金打造的巨型神尊配件。由于是可以出鞘的巨剑，建造完成时也造成不少的轰动，现为万里将军的手持配件。右侧长官印的将军是甘辉将军，在古代只有身份地位崇高的人才会配有官印。从庙的外观就会被这3尊神像所震慑住，非常有明朝大将军的威严。今天我们带着虔诚的心来参拜，希望国姓爷能够保佑我们身边的人都能够健康平安。这里先帮大家科普一下郑成功的生平事迹，让大家知道。郑成功原名郑生，于1624年出生在日本平户。他的父亲是著名的海商郑芝龙，母亲是日本人田川松。年少的郑成功在南京的国子监求学，可是国家的动荡和明朝的危机使他无法专心完成学业。之后便开始他反清的志业，展开他波澜壮阔的一生。正因为郑成功的努力奋斗，才让现今的台湾不被荷兰人继续统治。不过历史总有很多的面向，在荷兰人眼中，他是一位残暴不仁的君主，毕竟是他挑起了战争，把他们从福尔摩沙这里赶走。只要从荷兰人历史那边的记录，似乎对郑成功都没有太好的评价。而在日本人的眼中，他是充满忠义的侠义之士，抱持着自己的信念奋战不懈。在江户时代，有位剧作家甚至替郑成功创作了一部时代剧《国姓爷合战》，而大受欢迎，变成广为流传的历史剧。在台湾人眼中，他是反清的民族英雄。不管后人的评价如何，郑成功依然有着卓越的历史地位与军事才能。我们后人也不能埋没郑氏3代家族为开垦台湾所做出的巨大努力。在主殿两侧有非常特别的摆设，我很少在寺庙中看到有剑阁的展示，里面的剑好像是古代士兵所使用的长剑或重剑，感觉是给不同身形的士兵作战使用的。看着许久，好像可以遥想许多穿着盔甲的士兵两侧排列站好的英姿。往后走是圣母殿，相传郑成功出战前都会祈求妈祖婆的保佑，所以在台湾也有几间知名的妈祖庙，也都有郑成功的历史故事。例如台南的正统鹿耳门圣母庙，据说也是由郑成功拨款新建的妈祖庙。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看看频道制作的影片，这里也非常值得大家去参访。接着往后面走是供奉太岁星君的地方，这里比较特别的是元成殿的点灯样式，好像有着特殊的阵法，也真的算是开了眼界。3楼供奉的是祖师殿，
应该是对建庙过程中有着卓越贡献的先人，后来供奉在这里，同享万世香火。4楼供奉的是弥勒佛，看起来这里应该是很多人在这边修行的道场。从4楼往两侧户外平台走过去，可以看到当时作战时所使用的古代火炮，风呼啸的声音，就好像回到了当时作战烽火连天的声音。出师陶满仪自瓜州至金陵，名郑成功。缟素临江是面虎，雄师10万气吞吴。试看天堑头边度，不信中原不幸诛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明朝末期，满洲的清军逐渐崛起。他的父亲郑芝龙曾经是海上强盗，后来投靠明朝。然而，在清军逐渐逼近之际，郑芝龙选择投降清朝，这让郑成功感到无比的失望和愤怒。于1645年，郑成功在厦门起兵，开始了长达10几年的抗清战斗。在这段期间，郑成功屡战屡胜，不仅击退了如此清军的进攻，建立了自己的海上王国。他的部队训练有素，战术灵活，成为了清朝的心腹大官。郑成功的海军力量甚至远达到东亚地区。然而战争是无情的现况的军事项，让他被迫在忠臣与孝子做一个角色。最后，郑成功选择当一个忠臣，也使他的父亲后来惨遭清朝处死。他决心继承母亲的遗志，效忠明朝，戮力驱逐满洲入侵者。当时的台湾是一个重要的贸易枢纽，对于郑成功的抗清战争具有战略意义。1661年，郑成功率领大军渡海，对荷兰人发动了著名的郑和之战。主要战场位于台湾西南沿海的赤坎、台江内海、大园等地。延平王郑成功亲率由全章两府官兵组成的明郑水师25000人。4月30日清晨，由鹿耳门水道进入台江内海，先登陆攻占台江满洲。然后在多月回复越南这条线，终于克服荷兰人的守军4年1月实质还手，之后退出台湾。郑和双方在1662年2月1日签订正式合约，结束这场战争。自此结束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台湾的统治，收复了台湾这片美丽的岛屿。然而，英雄的壮志未酬，他的生命却在壮年戛然而止。1662年，郑成功因病逝世，享年仅38岁，也是让不少支持他的百姓相当的惋惜。此后纷纷建庙祭祀这位光复台湾的国姓爷。至今全台总计有450间的郑成功寺庙，后人敬奉他为开台圣王，也是台湾人心目中永远的民族英雄。最后，感谢您的观看，如果喜欢的话，请帮我分享点赞，您的支持是我做影片的动力。那我们就下集再见了，后会有期。